我们现在渐入佳境。第二部分是由媒体提问参选人答询。第一位提问的是中国时报总编辑黄兆松先生。刚刚这一轮是政见发表，作为一个记者，我的感觉三位候选人比较像竞选总统。但是作为一个台北市居民，我想要请三位回到市政建设的现实。那么这个市政建设百废待举，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台北市的逐渐的窘困，未偿还公债余额跟其他的债务目前已经累积到1000亿元，未来债务还会逐渐扩大。我想首先请问赵少康先生，如果您当选市长，面对百废待兴的市政建设，钱从哪里来？你将如何分配市府的预算？优先次序是什么？你是否会主张借征税来筹措财源？如果不征税，财政来源跟市政建设又如何取得平衡？那么另外两位先生也想请您对这个问题给我们市民做一点答复，谢谢。请赵先生回答3分钟。我想并不是我要把层次提得这么高，而是如果国家都没有了，就没有台北市。那么台北市的财政窘困，为什么？黄大洲先生造成的。我们的捷运原来的预算是1500亿，他把它追加到4500亿，4500亿一年的利息就是450亿。台北市没有钱，他拼命要去办亚运，所以他讲1000万，到最后大概起码2000万才办得下。光土地征收大概就要1000亿，结果到最后图利大财团。今天关渡的平原的土地有多少是真的在农民的手里呢？都是在大财团手里嘛。国民党就是这样嘛，跟大财团勾结起来炒地皮嘛。台北市的预算一年1300亿，台北市其实是蛮有钱的，跟台湾省跟高雄市比，台北市的预算哪里叫拮据呢？只是他乱用，不把政府的钱当钱，才搞成今天这个样子。我在环保署当署长的时候，前后任买的垃圾车，我用1半价钱就买到。我的垃圾车还是符合2期环保标准的。黄市长买了一个匈牙利公车，还买了只有1期。我说公车买不到2期标准，我垃圾车都能买到2期标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看事在人为。环保署的办公大楼，我去了以后，原来1半不到价钱就换一个新的办公大楼，比原来还好，还看你怎么样，有没有把政府的钱当钱，有没有把整个市政府当成公司一样的来经营。所有的花费要想到，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，1分1毛都不能浪费，要跟自己的钱一样的仔细，甚至要比自己的钱还仔细。这样子的话，台北市的财政不会窘困，是今天是败家子乱花才搞得这样窘困。那么因此，我如果当选台北市长，我不会征税，除非，譬如说，你今天像高岛屋也是黄大洲市长的杰作，对不对？原来为了解决停车的问题，结果他那个高岛屋光解决他自己百货公司的停车都不够。那么像这样的状况，你任何的重大的建设，你影响了附近的交通，我们要征收你交通冲击费。如果你对环保、开挖工地有重大的破坏，我们要征你环境冲击税。那么这个目的是希望能够提高环境品质，减少交通的混乱。但是对广大的市民，我绝对不会考虑征税。但是重要的是，你必须要锱铢必较，对你的这个费用要好好的来控制。至于优先顺序，我想大家关心的治安、环保、教育、文化，像这些事情都缺一不可。那么必须要平衡发展。谢谢。接下来请黄大洲先生。刚才先生这个提问的汉述属并不很温和。台北市现在真正要付利息的债务只有48亿，钱多花了一点没有错，但是你要看看我们花在什么地方。基隆河的总数、中华商场的开辟、大安7号公园的开辟、2号公园的开辟，我们花的钱放在2000亿以上的财产的资产，所以你要用长期的观点来看投入和产出，你不能用个定点来看财务的
一个负担。事实上我们调度的很好，真正要付起的就48亿。我想这一点也利用这个机会向所有的朋友们澄清一下，台北市的财务非常健全，没有问题，放心好了。下面请陈水扁先生。如果再继续给黄先生做下去的话，我相信呢，台北市的负债绝对不是现在的所谓的1000亿。如果再给他几年，一直到民国86年，按照黄先生所提出来要做的这些计划，一一来代接的话，我们手头的资料可能还要高达新台币5100亿。我相信大家都惨了。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让他再做下去，换陈水扁来做就可以了。事实上呢，很多都是贪图浪费。我们的黄先生好人一个，但是就是没有成本观念，没有出行的能力。所以刚才我讲得很清楚，有关于大安公园，为什么我们自己有绘图，自己挖的绘图，还要花4000万去买绘图，你为什么不做说明呢？为什么你不做说明呢？华中河滨公园，我们租给人家，人家一个月说150几万，我们得10万，这是什么论调啊？这是什么成本观念啊？是这样管家的啦。台北市民交给你来这个管家，你应该把它当作自己的钱来用啊，为什么能够扛人民之慨呢？这才是真正的问题。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呢，今天很多呢要找财源，很多人在想呢，说今天如果陈水扁做市长，敬老今天要怎么样做？事实上，财源我也找到了，只是黄市长你不知道而已啊。我们有一个土地税的减免规则，我们应该来要求中央政府在台北的厅舍，它的地价税、它的这个房屋税都要缴出来，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多增加80几亿的税金。黄先生，你不做，我来帮你做。谢谢。第二轮